大家好，我是巧巧妈，今天我们来做芝麻汤圆。我会分享馅儿不脏皮儿，皮儿不开裂的窍门，非常简单，看完就会。先来做馅儿，直接买熟芝麻最方便。熟芝麻经过了炒制，外观上熟芝麻有2个明显特征：第一，芝麻颗粒饱满，每一粒都是鼓起来的；第二，一部分芝麻外皮炒掉了，露出里面白色的芝麻仁儿，所以里面会有一些外观像白芝麻的。相比之下，生芝麻颗粒更扁平，光泽是亚光的，里面也没有白色的颗粒。一定要用熟芝麻来做馅儿。如果你买的是生芝麻，一定要先小火炒熟，放凉之后打碎。没有料理机的话，就直接用黑芝麻糊来做，它比用擀面杖或者蒜臼子捣碎的芝麻更细腻。熟芝麻要和白糖一起打细，因为黑芝麻在打碎的过程中会出油，白糖会吸收这些析出的油脂，不会浪费这些香味和营养，之后料理机也容易清洁。另外，打细腻的白糖做馅儿的口感也更顺滑。黄油要先融化成液体，这样很轻松就拌匀了。只要黄油的量足够，就能做出流沙的芝麻馅儿。最后加的蜂蜜是关键，蜂蜜不单是增加香味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善馅料的力学特性，让它更容易塑形，煮熟之后流沙的效果更好。冷冻15到20分钟，到馅料半凝固的状态就可以来分芝麻馅儿了。我们用小勺来分馅儿，目的是让每一个馅儿大小都是一致的，这样做出来的汤圆更美观。每个7到8克左右，手心一揉就圆了。因为加了蜂蜜，馅儿就很容易揉成小球，不会散开，也一点不脏手。汤圆馅儿一定要做成圆球形，除了包含了团圆美满的寓意，更重要的是圆皮包圆馅儿，这样皮儿和馅儿之间不至于存留过多空气，导致受热膨胀时把皮儿胀破，降低成功率。团圆的芝麻球冷冻40分钟到坚硬，洗干净手，我们来做汤圆皮儿。汤圆皮儿要用水磨糯米粉来做。汤圆皮儿的做法有2种，有些朋友用过烫面法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另一种方法，煮芡法。糯米粉里加温水，含水量在75%左右。不同品牌的糯米粉吸水率有差异，所以水不要一次加多了，分多次加入，直到粉团刚刚能成型就可以了。它比较干，一掰就碎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掐一小块鸡蛋那么大的粉团，压扁，放开水里煮到颜色半透明，用冷水冰一下，不烫手就可以加回到粉团里了，充分揉匀。烫面和煮芡这2种方法都是让部分淀粉糊化，增加粉团的粘性和弹性，提高延展性，方便包的时候收口，还可以延缓面团老化。即使一次包很多，汤圆皮儿也不容易变干开裂。这个就和我们以前做的汤种吐司面包里的汤种是一个道理。很多人包汤圆皮儿容易裂开，可能就是少了淀粉糊化的步骤。烫面的方法会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，比如温度和烫面的手法，所以最终参与糊化的淀粉比例是不确定的。烫过了，面就会发黏，不好操作；烫的不足，粉团的延展性就不好，依然可能开裂露馅儿。煮芡法的最大优势是参与糊化的淀粉比例是确定的，即便是新手也能一次成功。揉匀之后盖膜保湿，休息20分钟。我们来包汤圆，用多少拿多少，其余的要盖膜保湿。下剂子每个15克左右，撒粉防粘，转出一个小碗，用勺子来填冷冻过的馅儿。汤圆皮儿向封口处推过去，挤出空气，捏紧封口，再按下去，这样一会儿就不会煮爆。揉圆。包汤圆的一个挑战就是馅儿里的黑芝麻容易粘到皮儿上，影响美观。我的方法里，用勺子填馅儿是确保不沾黑点的关键，因为手全程都不曾碰到馅儿，皮儿根本就没有机会沾上黑点，所以现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揉圆。如果想冷冻保存，最好垫烘焙纸防粘，因为淀粉在冰箱内吸潮后会失去作用，汤圆就和盘子粘在一起了。我们来煮汤圆，用宽水来煮，水开之后搅2下，让水转起来，汤圆就不会粘锅底。下锅之后就转中火，保持4开未开的状态来煮，用勺底带着水来转，不要直接搅动，以免刺破汤圆。偶尔温度上来了，可以点一点凉水降温，这样汤圆口感更滑，皮儿也不会煮烂。汤圆浮起来之后再煮2分钟，用汤勺连汤一起盛出来，用漏勺的话汤圆容易破。
我们家喜欢吃原味清汤的，口感上更有层次，吃完了再喝口汤，原汤化原食。预祝大家元宵节阖家团圆，幸福美满。我是乔乔妈，感谢收看，看完视频记得点赞支持，谢谢大家。